废物，留着何用？带下山去！我叫陈安，自小被10个绝世大能养大，作为大荒最弱的武林跟废物，今天我被全员嫌弃，赶下山了。18年了，你连老夫的一剑开天门都只能发挥出1/1000的威量，真是个武林根的废物！滚下山去，别丢我们的脸！大师傅，徒儿知错，我资质愚钝，下山后我一定夹着尾巴做人，绝不说是您的弟子，别不要徒儿啊！少废话！包袱里有10件垃圾，是我们不要的破烂，你带下山去，算是一场师徒缘分。赶紧滚！终于把这小怪物骗走了，他管这叫只会皮毛。他昨天一脚把我布置的9天尸神给踩个稀碎，说绊到他脚了。老夫的万年修为何止被他吸走了一半，再不赶他走，老子就要退化成凡人了！你们几个老家伙别在这儿抱怨了，快看他第一件拿的是什么？大师傅说这些都是擦屁股嫌硬的垃圾。咦，这有一张纸，写着婚书，苏家大小姐苏晴。师傅说我这么废，不配有老婆，让我下山第一时间把婚退了，别耽误人家姑娘。哼，哪来的叫花子，也敢在苏府门口探头探脑？听说有个山里来的废物要来跟本少爷的妹妹退婚，不会就是你吧？一个连灵气都没有的武林根垃圾，你配吗？小子，识相的跪下把婚书撕了，再从大少爷胯下爬过去，否则今天让你横着出城。大少爷别误会，我长得丑，天赋差，真的是诚心来退婚的，绝对不敢高攀苏小姐。这婚书是大师傅给的垃圾，你拿去，千万别打我。哼，算你识相。剑圣之徒，无我亲临。现在的废纸质量这么差吗？怎么还会炸呢？大少爷，侍者大人，你们怎么跪下了？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九皇剑圣，你管这叫垃圾？老爷爷，您快起来！您年纪这么大，拜我一个没有灵力的废物会折寿的。我真的是来退婚的。大师傅给的这件垃圾，要是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收起来就是了。不愧是剑圣传人，明明拥有覆灭江南郡的力量，却如此谦逊低调。他叫我老爷爷，还自称废物。天哪，他是在考验我们苏家的态度。如果我们真敢退婚，剑圣一怒，苏家必非会湮灭。少主折煞老奴了，这婚书乃是无上神物，苏家生生世世愿奉少主为主，请少主千万不要退婚。苏老鬼，听闻九皇剑圣的婚书现世，我赤炎宗少主今日便来抢亲，识相的把婚书和苏晴交出来。这就是传闻中的剑圣传人，身上连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，分明是个不能修炼的武灵根凡人。苏老鬼，你们苏家竟然被一个骗子吓破了胆儿！这位少主说的对，我真不是什么传人，我就是个废物。我真的是来退婚的。本少爷不仅要带走苏晴，还要你的命。一个凡人也配拥有剑圣手谕？给我死！这大老虎怎么跟没吃饱饭一样，慢吞吞的，动作比武师傅每天揍我的天崩地裂拳慢了成千上万倍，浑身都是破绽啊！哎，我真的不会打架，大师傅总说我太废了，容易被城里人打死。那我就用三师傅教的基础防身术挡一下吧。对不起，我力道没控制好，把你们的衣服和假山弄坏了。我师傅天天骂我手脚没轻没重，是个干啥啥不行的废物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少主你没事吧？
要不我帮你叫个郎中？一巴掌拍废筑基期巅峰，你管这叫手脚没轻没重？你管这叫只会皮毛？求求你别用这种清纯的眼神看着我们，太吓人了！小子，你竟敢重伤我宗少主！我赤焰宗宗主绝不会放过你和苏家！你等着！赤焰宗宗主炎萧乃是金丹期巅峰强者，为人极其护短。得知炎虎被废，恐怕会倾尽全宗之力来围剿。我们苏家愿誓死护卫小友。啊，金丹期很厉害吗？老爷爷，要不我还是走吧，别连累了你们。我身上没钱，要不我把二师傅留给我的第2件破烂拿出来，抵靠在你们这儿吃的一顿饭行吗？陈公子，明明有着一掌拍飞筑基期的绝世修为，明明背后站着九荒剑圣，可为了不让我们苏家为难，为了不破坏红尘的规矩，他竟然甘愿自称废物，甚至想拿出神物来抵扣一顿饭钱。他太温柔了，他是在用生命在红尘历练啊！这样的男人，我苏秦便是粉身碎骨也绝不放手。陈公子，不怪你，今晚外面风大，赤炎宗的人随时会来，不如你今晚去我的闺房歇息吧，由苏秦亲自侍奉公子，保护公子的安全。不行不行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而且二师傅说了，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越漂亮的越会吃人。苏小姐你这么好看，肯定特别凶。我这么菜，万一被你吃了怎么办？我还是去柴房睡吧，柴房安全。天哪，他不仅实力通天，还如此纯情，他一定是嫌进展太快了，我一定要加倍对他好。苏老鬼，出来受死！伤我儿的凶手在哪？本座要将他抽魂炼魄！受死，黄瓜！哈哈哈哈！什么剑圣传人，不过是个招摇撞骗的凡人。今天本座就血洗苏家，鸡犬不留！这位宗主大叔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打伤你儿子的。我看你满脸通红，气息狂暴，好像是练功走火入魔，肝火太旺了。我二师傅以前在山里经常搓这种馊了的泥丸子喂猪，说能降火，要不我送你一颗试试？哇呀呀呀呀！黄口小儿，拿猪饲料来羞辱本座，去死吧！去！这是什么力量？要撑爆了！停下来！快停下来啊！大叔你别乱吸啊！我二师傅说过这个药效有点猛，你快吐出来啊！再吸你就要变成大烟花炸了！药力太恐怖了，本座要爆体了！前辈饶命啊！大叔，我都说了我资质愚钝，只会点皮毛。我二师傅搓的这个泥丸子药劲儿是大了一点，平时连山上的野猪吃了都要拉3天肚子，你怎么还直接吸入肺里了呢？野猪？谁家好人哪能让人白日飞升的9品干道喂野猪啊？等等，前辈说把火气压下去，难道是在点拨我？多谢少主赐丹，多谢少主助老朽破境，老朽有眼无珠，罪该万死。叶萧，你竟然突破到元婴了！天哪，吸一口猪饲料就成元婴老祖了？没炸就好。大叔，我都说了，这只是降火的糙药丸。既然你病好了，能带你儿子回家了吗？逆子，还不滚过来给少主磕头！从今天起，我赤炎宗全宗上下生生世世愿做少主的看门走狗。谁敢对少主不敬，老朽生撕了他！少主，3日后便是江南郡10年一度的百宗大比，此战关系到各大家族的资源分配，老奴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请少主代表我苏家出战，压一压其他宗门的锐气。行啊，正好我也想去看看外面的高手都是怎么修炼的。不过我平时在山上只练过一些基础的强身健体招式，连大师傅的一剑开天门都没学会。要是遇到真正的顶级强者，你们可得随时准备上去帮我顶着。听听，什么叫至高境界？少总管一掌拍飞筑基期生死防御法宝，叫强身健体。他还说没学会一剑开天门。天哪，
那可是传说中能把天界劈成2半的神器。他的意思是，外面的修仙者太弱，根本不配让他动用真正的仙法。他这是在给我们吃定心丸啊！少主放心，有您那强身健体的招式坐镇，江南郡那帮凡夫俗子根本走不过一招。老朽这就去为您安排压轴出场。城里人怎么总是这么一惊一乍的？三师傅说过，做人要脚踏实地。我连武灵根都还没捋顺，确实才刚入门啊。苏老鬼，听闻你们苏家最近请到了高人，别藏着掖着了，派上来让本少主见识见识。苏老鬼，你们苏家是没人了吗？派一个身上连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的凡人上来，这是打算用肉身来碰瓷本少主的飞剑吗？这小子连最基本的护体灵光都没有，走错片场了吧？苏家这是主动放弃，派个送死的上来吗？这位叶少主，你笑起来的时候中气不足。飞剑虽然亮，但是剑意太散了。我大师傅天天让我砍山，教过我一点基础的力学原理。听我一句劝，你现在收剑认输还来得及，不然一会儿打起来，我怕你伤得太重，你爹会心疼。大言不惭的狂妄小儿，今天本少主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仙凡之别，给我死！遗寒剑诀，万箭穿心。遗寒剑诀，万箭穿心。这剑气花里胡哨的，风太大，把台上的灰尘都吹起来了。要是让我三师傅看到大比的擂台这么脏，肯定又要罚我做卫生了。叶少主，比试之前，我觉得应该先搞好会场卫生。我三师傅天天让我用这块破麻布擦山上的石头阵，要不我先把你的这些灰尘和剑气擦干净，咱们再聊。叶少主，你看，我都说了得先搞卫生，我只是想擦个桌子，你怎么突然就趴下了？城里人的身体素质这么差的吗？还是说你不想和我一起搞卫生？随手甩出一幅擦桌布，直接演化了上古仙阵，你管这就叫搞卫生？你看我现在还能站起来吗？你再跨前一步，我就要被你身上的气场压断气了！求求你做个人吧！老朽有眼无珠，不知无上仙尊降临，竟纵容逆子冲撞仙岩。神相宗甘愿自废宗门，求仙尊饶我等蝼蚁一条生路。老爷爷，你快起来！你怎么也跟着你儿子一起跪下了？我刚才真的只是觉得擂台太脏了，拿抹布擦擦灰。我真没想跟你们打架。既然大比结束了，那株作为第1名奖品的万年龙血参，我可以带走了吗？我得寄回山里孝敬师傅。擦灰！天哪，他把抹平一个宗门叫擦灰！他明明是冲着龙血参来的，却故意伪装成凡人来参赛。高人，这绝对是活了几万年的超级老怪在钓鱼执法啊！谁敢不给，怕是整个江南郡都要被他擦干净。仙尊言重了，这龙血参本就是为您准备的。不仅如此，我神相宗积攒了1000年的藏宝库，也愿悉数奉给仙尊。那就谢谢你了，藏宝库就不用了。三师傅总说无功不受禄，拿人东西是不对的。行了，既然拿到药材，苏晴，我们去城里逛逛吧，买点特产寄回去。掌柜的，你们万宝阁现在档次这么低了吗？怎么什么叫花子都放进来？把这乞丐赶出去，别弄脏了本少爷要买的上等玉髓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确实没有零食，不过我衣服上的纽扣刚才掉了。我四师傅以前在山上天天不务正业去挖矿，扔了满地的这种绿石头，我看这颗亮晶晶的，就拿来当纽扣了。掌柜的，你看我用这颗纽扣能换你3个木盒子吗？拿个破弹珠来换玉盒？你是来搞笑？这是9天祖龙陨落时一身精血凝聚大狂地脉万年才结出的祖龙至尊上帝绿。天哪，这一指甲盖大小就能买下整整10个修仙界的所有矿脉啊！
能买下10个修仙界的衣服纽扣。仙尊在上，逆子无知，冲撞了仙尊，老朽已经让人打断了他的双腿。这万宝阁乃至我万宝商会名下的所有产业，从今天起全部奉送给仙尊，只求仙尊将这枚纽扣赐给小店，当做镇店之宝啊！长老爷爷，你快起来吧！我真的只是想买3个普通的木盒子装特产。我四师傅在山上搭猪圈的时候，用的全是这种绿石头。他说这是最差的建筑废料，连神仙都不稀罕。你们要是喜欢，这颗纽扣送你们就是了，千万别送我什么商会，我不会做生意。我以前在山上只负责喂猪。天哪，拿祖龙上帝绿去搭猪圈，还嫌弃它是建筑废料。仙尊大恩大德，老朽没齿难忘。但我万宝商会绝不敢白拿神物。仙尊虽然游戏红尘，视金钱如粪土，从今日起，我万宝商会改名为陈氏商会，仙尊便是我们的唯一太上董事长。苏晴城里的物价是不是贬值的很厉害啊？他们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啊？公子，他们不是脑子不好，他们只是在敬畏神明。今晚商会送了全城最奢华的灵泉仙池，不如让苏晴陪公子去泡个澡，消消一天的疲惫。不行不行，武师傅说过，男孩子在外面洗澡最容易被女妖怪偷看衣服。听闻江南郡出了绝世神玉，本座正好拿来打造本命魔兵。万宝商会把神玉和你们会长的狗头交出来！万宝商会把神玉和你们会长的狗头交出来！大师傅说过，修仙是为了念头通达，保家卫国。这老头为了抢东西，一上来就要屠城，杀气这么重。武师傅以前在诸天战场上杀的，就是这种不把人命当命的魔修吧？万宝商会没人了吗？竟然让一个凡人蝼蚁出来顶罪！小子，把神玉交出来，本座留你全尸！我下山前，武师傅嘱咐过我一句话：遇到不讲理的土匪，拳头就是最大的道理。今天这神玉是商会买来当镇店之宝的，你不能抢。本座就是道理，乖乖受死吧！我不会什么高深的法术，就用最基础的投掷术。这是我武师傅剔牙的小铁钉，大叔，你接稳了。一根烂铁钉，给本座跪！这是什么杀气？这不可能！杀神，这是太古杀神的因果。你到底是哪个神话时代活下来的魔头？大叔，我都说了，用兵器要稳。我武师傅天天用这根钉子剔牙，他的硬度连神山的护山大阵都能戳个窟窿，你用纸糊的白骨车怎么挡得住？这次只是给你个教训，以后别在城里放风筝吓唬普通人。那弑神枪的残忍，剔牙！你管老子的本命渡劫期法宝叫纸糊的白骨车，还要我别放风筝？老天爷呀，江南郡到底来了个什么怪物啊？仙尊神威盖世，如今江南郡乃至周边3郡群龙无首，邪修猖獗。我等恳请仙尊开宗立派，坐镇江南，庇护我等1万凡人于修士。下山的时候，师傅们嘴上骂我是废物，包袱里却塞满了各种宝贝。这几天我才看到，原来修仙界这么多弱肉强食、动辄灭门的惨状。好，既然你们抬举，那我便在这江南郡立一个规矩。我六师傅常说，天道有常，因果循环。你们既然叫我一声仙尊，那从今天起，不管是宗门还是修仙世家，谁要是再敢无故欺压凡人、恃强凌弱，我包袱里的垃圾，随时准备给你们擦擦灰。遵仙尊法旨，我等愿誓死追随仙尊，开创万世太平。我的陈公子，他终于要向这个世界展现他的锋芒了。那个苏晴，既然要建宗门，得先选个地址吧。我六师傅下山前给了我几个摇起来哗啦响的破铜钱，说是如果没钱吃饭了，可以拿去路边摆摊算命骗点铜板。要不我把这破铜钱拿出来摇一摇，看看哪里风水比较好。仙尊，这天芒山乃是著名的绝灵死地，别说灵脉了，连杂草都不长，在这里开宗立派，
怕是连弟子日常修炼的灵气都没有啊！不如换去我万宝商会的洞天福地。不用换，我觉得这里挺好。六师傅说过，世界上本没有绝对的死地，只是地底下的气流堵住了。我六师傅在山上摆摊的时候，经常用这几枚铜钱帮人看风水。我今天也来随便摇一摇，帮这地方通通气。荒谬，简直是荒谬！风水寻龙乃是夺天机之术，需要罗盘、天星盘，甚至折损寿元。这小子拿几枚叫花子的铜钱就想改动绝灵死地，简直是儿戏！嘘，你小声点儿，他可是能一弹指秒杀渡劫期的怪胎。武力强不代表懂风水，天道乾坤岂是儿戏？看着吧，一会儿天道反噬。天地无情，因果有常。几位铜钱大哥，帮个忙，让这里的风水动一动吧。九龙古棍，气运化形，这是传说中天界仙王才配拥有的诸天第一仙大福地啊！他管这个叫随便摇摇，他这一摇，把大荒世界积攒了100万年的气运全抢过来了，天道要降怒了！你看，我就说这地方的风水气流太堵了，突然通开，连老天爷都惊动了。这雷长得太凶了，会吓到小朋友的。铜钱大哥，六师傅说过，做人要和气生财。你们帮我把天上那朵乌云的因果改一改，让它变温和一点。哇，老天爷真给面子，不仅不生气，还放烟花庆祝我们开宗立派。天道认怂了，天道被你强行改了因果，不仅不批你，还放烟花拍你马屁，给你送灵雨下彩头。仙尊，神迹，这简直是万古神迹！如今道场已成，请仙尊赐下宗门圣名，立下万世不拔之基业。我们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圣地神宗。我几位师傅虽然天天骂我废柴，但没有他们，就没有今天的陈安。我们的宗门就叫石狮门。石狮门，好名字！仙尊高义。仙尊，我叫林动，我全族300余口，因不愿交出祖传铁矿，被隔壁郡的圣海神宗一夜屠尽，因此逃出。请问江南郡出了绝世仙尊，求仙尊收我为徒，只要能报仇，我愿将灵魂献给仙尊，永生永世为奴为婢。镇海神宗，那可是拥有3位大成期老祖镇守的巨头，不好惹。这小子经脉全废，已经是个废人，救活也是浪费灵药。灵魂是自己的，不用献给任何人。我大师父天天用铁剑砍柴，最见不得别人欺负拿剑的人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石狮门的开山大弟子。至于那什么镇海神宗，传令下去，收拾行李。明天本座带大弟子去镇海神宗讲讲道理。师尊，弟子就算爬，也要爬到镇海神宗，亲眼看到那帮畜生血债血偿。求师尊不要丢下我。仙尊，林动的伤势太重，经脉全废，别说跟上我们的遁光了，就算是做最稳的灵州，那空中的罡风也能要了他的命啊！要不留他在宗门静养？既然是我石身的开山弟子，去讨回公道，怎么能缺席？伤了经脉坐不稳是吧？没事，我这儿有现成的工具。来，徒儿，坐上来。我八师爷以前天天让我推着他在山路上漂移，避震效果特别好。我推着你，保准你一路上连根头发丝都不会被风吹乱。这不是轮椅，这是超越了9品仙器的至高造化神车啊！师尊为了给我疗伤，居然不惜动用这种镇压气运的旷世神物，还亲自推我。师尊待我恩重如山，此生不报，誓不为人。走着，我们去讲道理。这次我们大获全胜，大家都辛苦了。何方宵小，敢闯我镇海神宗禁地！
不知道今日是我宗大喜之日吗？赶紧滚！镇海神宗的畜生，林动回来取你们狗命了！哼，丧家之犬，居然还找了个推独轮车的凡人来撑腰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我宗九龙镇海天幕，哪怕是仙人将士，也得耗费3日才能破开。你们连大阵都进不来，谈何报仇？里面的各位老祖，我是石狮门的掌门陈安，今天带我徒弟来，是想让你们为屠杀林家的事情，给我徒弟一个合理的交代。我们是来文明讲道理的，请你们把这个当风的罩子打开，让我们进去，行吗？交代，拳头大就是交代，有种你把这大阵砸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可是你们让我砸的，我七师傅天天让我拿着他的破锤子在山上砸核桃，他说力道用在一点上，再硬的壳也能砸开。徒儿，我是不是稍微用力大了一点点？我本来真的只想把他们的门铃敲响的，没想到他们这房子的质量这么差，连我砸核桃的1成力道都接不住。这可不能怪我啊，城里的豆腐渣工程太严重了。1成力道，把拥有3位大宗坐镇的超级宗门直接夷为平地。师尊，您管这叫砸核桃？您管这叫质量差？您这是直接把天给砸了个窟窿啊！是谁竟敢毁我宗基业？纳命来！狂妄小儿，毁我宗门！今日不管你是谁，都要将你抽魂炼魄，永世不得超生！年纪这么大了，火气还这么旺。我九师傅以前在山上的天池钓鱼，经常遇到不听话的大红鲤鱼在水里扑腾。九师傅说，对付这种不听话的，就得顺着他的劲儿，把他钓上来晒晒太阳。去吧，乞丐！这是因果法则，你竟然能垂钓天道因果！两位大叔，收线喽！两位大叔，你们看，我就说钓鱼能让人冷静下来吧。现在能坐下来好好讲道理了吗？你们镇海神宗为了抢铁矿，杀了我徒儿全家，这笔账你们打算怎么还？拿开天神器砸大阵，拿因果大帝的神器吊大乘七老祖，这他妈是凡人，这绝对是上界先帝下凡来微服私访啊！仙尊饶命，仙尊饶命啊！我等有罪。当年参与屠杀林家的内门大长老以及少主，我等立刻将其当场格杀，绝不姑息。另外，我镇海神宗所有的道统灵脉全部归林动少爷所有。我2人愿自费1半修为，自愿去石狮门当看门保安，生生世世除罪，求仙尊给我们一条生路。弟子多谢师尊成全，从今往后，林动的命就是石狮门的。你们要去石狮门当保安，也行吧。不过我大师傅说了，石狮门的门卫大叔必须得穿制服，讲礼貌。你们以后每天早上8点要在门口站岗，不许对凡人凶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多谢仙尊恩典，我等一定好好站岗，绝不迟到早退。公子，这半个月来，周边7个郡的300个超级宗门全部宣布臣服，送来的极品灵石堆成了小山，大家都想见您一面，求您指点迷津。让他们把东西都拿回去吧。我就是一个刚下山的老实人，懂什么迷津？下界凡人陈安，你私藏上界神物，毁坏下界宗门平衡，更奴役大成修士，罪大恶极。上界九霄仙殿特降下惩罚法举，限你3日内交出包袱里所有的逆天神物，自废双手，随我等上界受审。否则，仙殿一怒，必将你江南郡亿万生灵尽皆抹杀。天哪，连传说中的九霄仙殿都惊动了，那可是有真正的散仙真仙坐镇的无上存在啊！
师宗们这次完了，陈仙尊再强也绝不可能跟整个仙殿对抗啊！交出师傅们送我的东西，还要连累江南郡的无辜百姓。我10位师傅教过我无数道理，但唯独没教过我什么叫认输。凡人陈安，本神使在跟你说话，你聋了吗？还不跪下接旨，交出神物，非要等本神使将这方世界彻底抹杀吗？大叔，你在上面吼得这么大声，把我石狮门的瓦片都震碎了好几块。这笔修缮费你打算怎么结？还有，我10位师傅留给我的东西，那是长辈的念想。你一上来就要明抢，还要灭了我们这里所有人。我石师傅以前在山上当账房先生，教过我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：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既然你们非要不讲道理，那我们就来对对账吧。本神使乃是九霄仙殿的执法者，奉的是仙王法旨，天道都要听我仙殿号令。你拿个破凡俗的账本跟本神使对账，简直是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仙元呢？我的修为怎么在倒退？九霄仙殿无故恐吓凡人，损坏石狮门财物，欲犯杀孽。按照我石师傅的规矩，扣除你们每人3000年寿命，贬为凡人，账目结清，落笔。我的修为啊！我苦修了万载的仙道啊，怎么一笔就勾销了？这账本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天道怎么会听他的指挥啊？一笔就把上界的仙人给贬成了叫花子。石师傅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他的账本连神仙的命都能算。哭什么哭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我们十宗门刚刚开宗立派，百废待兴，后面还有10几座大殿没建完，缺大批干体力活的工人。你们既然把我的瓦片震碎了，就留下来搬砖吧。门卫大叔，把这帮新来的带去后山采石场，每人每天必须搬满1万块黑金石，不准偷懒，不准动粗，要讲文明懂礼貌，听懂了吗？遵法旨，仙尊放心，谁敢偷懒，老奴绝不轻饶。师尊神威，师尊，这帮神使被废，上界的九霄仙殿必然会察觉。若是那传说中的仙王亲自降临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仙王，他要是也想来搬砖，我这刚好还有几个空缺。徒儿，通知所有人准备一下，我们要主动去把上界的天门彻底打开。与其等他们天天下来找麻烦，不如本座亲自上去找他们的仙王，好好对对总账。我等愿誓死追随陈仙尊，反攻仙殿，打破2界壁垒。九霄仙殿奴役我下界修士数万年，断我等飞升之路，请仙尊带我们杀上去。我陈安下山前，师傅们教我隐忍，教我脚踏实地，但他们更教过我，不能看着无辜之人受欺压。上界仙殿断了大家的生路，那今天本座就亲自为你们把这天砸开一条通天大道。石狮门听令，随本座开天门，杀上九霄。苏晴啊，大师傅以前常吹牛说天界遍地是黄金，连擦屁股的纸都是丝绸做的。这第一重天怎么愁得这么寒碜？你看看这根柱子，表面都起皮了，连刷漆的工钱都省。这九霄仙王指定是个抠门的老财迷。公子说的对，这仙殿平日里压榨我们下界，连他们自己都过得这么抠搜，真是丢神仙的脸。仙尊语录：天界白玉柱乃是起皮的烂木头，九霄仙王是抠门老财迷，暗示我们要从战略上藐视敌人，天界法器皆是虚妄。大胆下界蝼蚁，竟敢私闯碧落天门，还敢编派仙王大人！这个穿破衣服的凡人，对，
就是你！见到本神像，为何不跪下高呼上仙万福？大叔，你长得挺结实，怎么说话跟打雷似的，震得人耳朵疼。还有，你身上那些蓝色的毛毛刺一直在漏电，是不是修炼的时候经脉漏风啊？我二师傅说了，做神仙最重要的是讲礼貌。你衣服上都是土，我帮你掸掸灰，你别跟我大呼小叫的。掸灰？本神将这是9天玄雷，你拿个扫炕的玩意儿要给本神将掸灰，我要一锤砸死你！去，把这些漏电的脏东西都掸掉，看着怪危险的。我的雷呢？我的本命神兵呢？怎么变成灰了？大叔，你看这就干净多了吧，不漏电了，走路也安全。那个打扰一下，请问九霄仙王的办公室怎么走？一胆子把本神将的伪仙级修为彻底清空，你管太古雷帝的刑罚神器叫鸡毛掸子？这是哪里来的绝世老怪啊！仙尊饶命！仙尊顺着这条白玉大道一直往上走，到了第7重天就是仙王的九霄大殿了。小的给您带路，小的愿意给您推独轮车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上等9品仙丹驻颜丹，是一颗容颜永驻，只要1万极品灵石啊！老板，这颗糖豆怎么卖？我可以用别的东西跟你换吗？糖豆，这可是驻颜仙丹，你一个下界凡人拿什么换？把你卖了都不值1粒药渣子！滚！别挡着本仙做生意！老板，我真没灵石。我二师傅平时在山上炼完药，剩下的废药渣都会搓成这种小丸子，让我当零食吃。我二师傅说这东西吃了能治便秘和掉头发，要不我拿这一颗泥丸子换你那颗糖豆，我再附送你2个打补丁的塑料袋，你看行吗？大道母丹，这是能创造一个大世界的宇宙元丹啊！老祖宗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拿这一把能买下整整100个天界的元丹来换1粒垃圾驻颜丹。苏晴，城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都这么差呀？我真的只是想用我的灵石搞个等价交换，他怎么还碰瓷躺下了呢？上界做生意都这么不讲诚信吗？仙尊今天在天界进行了高端商战第1课，用大猪圈剩下的灵石，直接把天界最大的丹药垄断商当场吓晕，此乃无生胜有生之最高财力羞辱。凡人陈安，本君知道你有些蛮力，也有些奇珍，但这一重天考的是悟性与道心。看到本君身后的千世轮回问道碑了吗？不悟透天道红尘者，擅入此门，必将灵魂撕裂。大叔，你先别忙着念词，你身后这块大黑石头是不是就是你们用来考核别人的题目啊？不过你们这题目出的不合格啊！这石碑上面有120道裂纹，里面藏着的天道气流都在打架。胡言乱语！这乃是天地初开时的问道碑，代表着天道无上真理。你一个凡人竟敢说真理是错题？有本事你改一个给本君看看。改错题我最拿手了，大师头以前不把我错题本上的红叉涂满，是不让我吃晚饭的。大叔，你闪开点，我帮你把这120个错别字改了。天道秩序被篡改了，天道的真理居然被他一笔抹杀，硬生生改成了他的姓氏，这到底谁才是老天爷啊？你看，大叔，这下顺眼多了。做题嘛，错了就要认，改了就是好孩子。那什么，第4重天的门钥匙在哪儿？我真赶时间去要32块灵石的瓦片修缮费，晚了苏晴该肚子饿了。仙尊天界维权语录第2条：天道出题太垃圾，仙尊直接改大纲，顺便教导仙君，错了就要认，挨打要立正，天界文官全面溃败。仙尊
小的这就去写辞职报告，不打扰您要账了。陈安，你休得狂妄！我等第4、第5、第6重天的守关神将们3人合力布下紫霄炼神诛仙阵，此阵能将真仙之躯炼化。你若识相，交出神物，否则……哇，你们看，这里的火好旺啊！还有这么多天然的紫雷在帮忙加热，这不就是我武师傅天天念叨的最完美的野外露天自助烧烤摊吗？烧烤摊儿？你拿我们的诛仙神阵当烧烤摊儿？3位大叔，你们先别急着放招，维持这个火候别变啊！我下山前，二师傅在山上围栏里抓了一只号称太古天凤的野鸡，肉质可紧实了，我一直没舍得吃。今天刚好借你们的炉子烤个鸡翅，一会儿烤好了分你们几个尝尝。混账！加大火力，给我炼死他！大叔，火太集中了，受热不均衡，我帮你们扇扇风，散散火。大叔，别光站着催动法力啊，多累啊！左边那个大叔，火太大了，往回收一收。右边那个大叔，用你的雷电给这鸡肉通电，做个电疗，这样肉质更弹牙。快点啊，别愣着，配合一下。我们只要敢收手，体内的仙力就会瞬间被那把扇子抽干。我们是散仙啊，我们布的是诛仙大阵啊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帮一个凡人烤野鸡啊？更可怕的是，这鸡肉为什么这么香，搞得我居然想吃大腿肉了。陈安，你毁我大门，奴役我守将，今天若不给本王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本王定让你和身后的蝼蚁们魂飞魄散。说，你杀上九霄，究竟意欲何为？仙王大叔，你先别急着发火，我这人最讲道理了，今天亲自上来，其实是来找你结账的。我石狮门刚刚开宗立派，百废待兴，可你们的神使下界不仅无故行凶，还把我主峰顶上的瓦片给震碎了。我石师傅以前在山上是账房先生，他说做人得有契约精神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来，大叔，我们对账，维修石狮门主峰被砸碎的32块古董瓦片，饲疗费加上人工费，一共是下品灵石32块01毛。开天门横推7重天，逼着散仙老祖烤鸡翅，你搞出这种足以毁灭2界的惊天动地大阵仗，竟然只是为了来要32块01毛的物业费，你是在逗我们吗？32块灵石，陈安，你戏耍本王！100万仙兵听令，结诸天寂灭大阵，给本王碾碎他！大叔，我好心好意跟你对账，你不仅赖账，还想聚众斗殴。我七师傅下山前教过我最后一句话，遇到不讲道理还想打人的老赖，不用废话，一锤子砸醒他就行。既然你非要赖账，那我只能物理清算公道了。本座今天就给这天界改改规矩！不，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？我集结了整个天庭的力量，居然都无法抵抗。难道你是真正从太古神界下来的神？仙尊无敌，石狮门无敌！仙尊居然真的劈开了天门，
我们凡间修士也能飞升了。呼，总算是把账要回来了。苏晴，你看，32块零食，一块不少。现在我们有钱了，走，我带你去上界最好的馆子，咱们吃顿好的。听公子的，天涯海角，苏晴都陪着你。